做自由的模型 TC Go 为您分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模安分享。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是万代目前在版的 TB1:100比例剑装脉冲高达。那么本款模型的发售时间是2005年，定价2300日元，目前的现货价格在110元左右，算是还可以的价格。老实说，估计有很多的朋友看 Seed 第一集，或者是看过脉冲高达相关剪辑，都会对这一款模型产生浓厚的兴趣，也就是剑装脉冲首次登场落地劈砍，以及大风车后的持刀动作，真的不亚于自由高达登场给我的一个视觉冲击。时至今日，剑装脉冲的可选择性也会很多，万代的 RG、HG、CE、MG 都不错，甚至大班的剑装脉冲，如果有心处理一下，某种意义上也能算是一个选择。这也就是导致这一款以原本设定图体型为基准的 TB 剑装脉冲就没有什么可比性了，毕竟我也喜欢现在的剑装脉冲的体型。那么今天我也是本着好奇的心态来品鉴一下这一款 TB 剑装脉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。同时做到这一期的话，已经是 Seed Destiny TV 模型系列的第4期，但是剩下的那几个老实说也没再版，价格也不是特别好。正好我也去参考了一下日淘酱上面的价格。日淘酱属于煤炉官方合作平台，类似于国内的闲鱼，在微信小程序搜索日淘酱就可以进入界面，方便而快捷。在小程序内搜索模安分享就可以领取优惠券，毕竟是海外平台，搜通贩就没什么意思了。那么我们就来把目光放到各种限定以及常年没有再版的模型身上，比如全新的 RG 福冈牛只要223元，不过这里还是要再算上国际邮费之类的费用。左侧的红色 E 字点一下就可以翻译成中文，是很方便的，再加上费用估算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有一个大概的数值参考。不过这里边也分拍卖和不拍卖这两种，需要注意一下，毕竟都是个人卖家，想要找到好的价格那就要多看看了。比如这个 MG 的百视 1.0 基础价格只要248元，同时目前国际邮费也是有活动，只有送到家，不用国内邮费，微信支付也会更加的方便。此外，活动上新小套件，代购费是全免的，打包费2000克以内只要5块钱，邮费便宜10块，合并费也是免费的。国际邮费低至500克只要40元，各种时间段的优惠券，这里也给各位罗列出来了。此外还有新人福利，也可以参考一下，基本上每天都会有活动，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日淘酱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本款模型的盒子也是 TV 的标准配置，封面老实说我个人并不是特别的喜欢，内容物包括11块板件，不过有几个都是特别小的板件。纸制品包括职业说明书1份，中间这一次也是没有线稿图的提供。鸟的人物立牌也是有提供的，同时我还参考了一下鸟的另外几台机体，包括空装脉冲、电镀空装脉冲、命运高达，都是有鸟的人物立牌。剑装脉冲的贴纸相对来说会多一些，主要有2个大块的补色。剩下的板件部分简单来看一下，天线部分也是提供了2种材质，另外在剩余的板件部分对比之前做过的混沌高达要差上很多，即便是蓝标再版，整体板件之间也会差上一些，尤其是各种塑胶、水纹以及板件表面这一种拉拉巴巴的划痕会非常多，整体的观感确实不太行。另外就是水口的配置也会很大，脉冲有几个水口都是在弧面或者是在斜面，像我这一种喜欢2刀流的玩家就需要多加注意了，想要好的效果就得打磨处理，避免缺肉。那么板件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剩下的时间来看一下本款模型的具体素质表现到底如何。本款模型的内容物包括剑装脉冲的主体、光束步枪、盾牌、人物立牌、光束特效件，还有多余的天线和匹配件。正当我怀疑为什么没有剑装魅影机头的时候，我看了一眼说明书，虽然我不懂日文，但是我看得懂另售这2个字儿。果然这个机头在空装脉冲里边是共用的，真抠啊。在贴纸部分主要就是眼睛和眼眶的红色部分，胸前的 V 型标志，膝盖的三角形补色，以及背包回旋镖下端的黑色补色。在身高方面， TV 脉冲对比 MG 元祖也是要矮了有半个头左右的高度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脉冲高达的主体， TV 脉冲和老 HD 剑装脉冲的面相，按照如今的审美可能看着并不是特别好，毕竟 HD 版本的 Seed Destiny 里边的剑装脉冲给人的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。我甚至还去找了一下老 TV 的资源，想看看老 TV 里面脉冲高达的造型，但是实在没找到，一点进去全是色色的广告，就很烦。在我看来，本款模型的头部其实单看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但是和主体放在一起再看，就感觉相对来说有些大，加上面颊的部分会有些突出的太多了，整体看上去就不是特别的舒服。这里拿出设定图对比一下，可以看到模型的雪铁龙会短上一截，如果再长一截的话，可能观感上也会更好一些，并且额头的接人器也是没有补色贴纸，看上去总感觉缺点东西。除此之外，头部也有部分位置是出现了模糊偏肉的情况。脖子部分也是 TV 比较常见的结构，但是由于头部的尺寸会比较大，整体的活动限制也会比较明显，尤其是低头都做不太到。胸部的微型标志贴纸不是特别好贴，最后的效果也会比较一般，
不过这个地方的边缘是有提供刻线线槽，所以在补色的时候会相对来说方便一些。另外我们都知道脉冲高达是属于分体变形，胸部是有核心战机的结构 ，TV 也是有做出来，并且核心战机的变形结构也是比较还原，包括翻折和机翼的可动，就是这个分色并不是特别好，并且剧中导弹和起落架也是没有提供。和胸部的固定效果是比较不错的，并且胸部即便是不安装核心战机也是可以组合在一起，甚至安装背包。核心战机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小设计，就是连接背包的柱形卡榫的部分可以通过翻折露出接口，这个隐藏做的是比较不错的。腰部和胯部依旧是柱形卡榫的连接，不过这次的脉冲高达胯部上面并非完全的平面，中间是有凸起的，让这个部分多了一点的侧摆可动。老实说，脉冲的这个方形的肩胛，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，大半那个改的就不是特别好看了。出气口的内部细节也是有进行提供，手臂部分依旧是长的柱形卡榫套皮带件的连接，三元手依旧是提供了3个。一对常规的握持手型，还有一个握持光束步枪的手型，但是这3个手型的连接都会比较松，需要加固。得益于脉冲高达的变形设计，肩部有一个拉伸关节，但是只能提升上抬的可动幅度，其他的活动角度都属于 TV 高达模型里边常规的最普通的状态了。胯部的设计也是比较常规，裙甲的分色以及可动还是可以的。侧裙甲也是可以进行展开，内部有收纳样式的匕首，同时本款模型其实还提供了2个展开样式的匕首，但是好像让我当多余的废件给扔了，没有办法去进行展示。后裙甲的孔位也是可以挂在脉冲高达的光束步枪。TV 脉冲的腿部造型，我个人感觉没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可能和现代有观感不同的部分，应该就是这个脚部有点大还有点短的状态。小腿后方的推进器是带有一点可动。除此之外，整个腿部就真的没有什么太好说的地方。可动方面，由于胯部是球形关节的限制，可动会比较一般，并且这个部分的固定效果会比较松，容易松脱。另外就是膝盖在活动的时候，内部是有卡位的，主要是为了分体的腿部组件设计的卡位。脚腕的连接是柱形卡榫，不过脚腕装甲干涉会比较大，大范围的动作肯定是不行的，但是普通的站立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剑装脉冲的背包剑装魅影中间的总件这个部分看上去会比较大，并且和主体之间的空档也会很大，安装在背包上总感觉会有些违和。背包上的主武器自然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了，光束回旋镖和2把斩剑刀。光束回旋镖中间的推进器也是可以进行活动。对比设定图的话，很明显这个光束回旋镖是小了很多，这个比例完全不太对呀。这个问题其实老 HG 的剑装脉冲也是如此。按照正常来说，回旋镖可以整个拆除适应使用，但是中间的这个柱形卡榫比较大，加上两侧的刀刃安装也会比较松，这个玩法就不是特别行了。两侧的刀刃可以拆除，安装特效件进行把玩，特效件的光束纹路也是有进行刻画，而且官图和说明书都是拿着刀刃的那一面，总感觉哪里不太对，这就不像是回旋镖了，有点像是镰刀。而且本款模型的刀刃手还是只能握持刀刃这一侧，这个握持方式还很松，想要握持另一侧是不行的。尺寸斩剑刀的连接方式比较普通，并且这个柱形卡榫的安装也会比较松，需要加固。除此之外的玩法，我相信也就不用去过多的介绍，比如安装光束特效件，还有尾端合并成大剑的状态，我相信大家玩的会比我花一些。基础的武器部分还剩下盾牌和光束步枪，光束步枪的准镜是可以进行活动，分色也是有做出来，但是握持手型对于光束步枪的握持稳定度会比较松，同时如果使用另外2个手型进行握持的只能是枪托的部分了，没有办法扣动扳机。盾牌的变形机构是通过拆分零件更换不同的接口实现的，另外2侧的展开是需要拨动上方的卡榫会更方便一些，但是这个地方是没有固定卡位的，相对来说会有些松。握把的部分是方形卡榫，有一点短，这个部分也需要加固一下。除此之外就剩下脉冲高达的分体玩法，这个变形的流程也会比较简单。不过 TV 并没有像 MG 那样提供支架接口，所以这几个部分就只能使用这种夹子的支架摆出浮空动作，而且剑装脉冲没有配备剑装魅影的机头，所以变形之后也是不完整的。那么到此为止，本款万代 TV 剑装脉冲就已经全部的介绍完成了。综合来说，也算是一款被时代抛弃的模型。不过话要说回来，应该也会有像我这样的朋友对这种老造型的模型会感兴趣。第一眼可能会感觉很怪，但是老模的角度限定真的会有那么一个角度深深的吸引你，尤其是这个侧脸看上去会真的有感觉。我之前做过高发模的
老 HG 剑装脉冲，而且翻模的真的是一坨，也让我一直对老脉冲的造型喜欢不起来。不过如今也是把万代的老剑装脉冲给做了，观感上还是会有所改变。这种模型的素质真的好吗？未必如此，毕竟也属于是老物件了，甚至板件素质也不咋地。抱着一个好奇的心态去试试体验一下，也还是不错的选择。加上现在的价格也还算正常，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尝试一下。那么本期的 C 狗猫分享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。如果各位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，记得点赞关注支持一下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